这个春节刚过，人民币就给中国送来了一记重拳。2月4日，彭博社的最新报道让整个亚洲金融市场为之震动，外汇交易员们屏息以待，等待中国下一步可能出现的破防行为。有分析师预测，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关税政策，中国央行可能不得不放弃死守多时的汇率底线。就在春节假期的第一个交易日，离岸人民币就上演了跳水大戏，一度暴跌 0.7% 至 7.3734， 创下自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更令市场担忧的是，澳新银行和马来亚银行的分析师纷纷预测，中国央行可能被迫让人民币中间价跌破 7.2 这一神圣防线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自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以来，中国央行不惜动用外汇储备也要死守的关键位置。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。澳新银行亚洲研究主管空购直言不讳地表示，人民币必须充当经济的减震器，但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引发新一轮资本外逃潮。确实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，仅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，中国的资本外流规模就超过1000亿美元，创下近5年新高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华尔街投行高盛集团放出了更为悲观的预测，人民币中间价可能一路滑向 7.3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算一笔账，如果你手上有100万人民币，按现在的汇率兑换成美元后再换回来，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蒸发掉将近1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。有趣的是，就在市场一片恐慌之际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，中国正准备向美方承诺不会操纵汇率。但问题是，在美元持续走强的背景下，中国还有多少能力继续死守人民币汇率？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央行的弹药库存。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外汇储备虽然仍高达 3.2 万亿美元，但相比2015年的峰值已经缩水了整整1万亿美元。更要命的是，去年以来，中国每月都在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。据花旗银行估算，平均每月流出规模在200至300亿美元之间。回顾历史，2019年贸易战期间，人民币破7时，中国股市曾在1周内蒸发掉超过3万亿人民币市值。但那时的中国经济还有足够的韧性。而现在呢？房地产持续下滑，地方债务风险高企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果人民币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，后果恐怕会更加严重。更糟糕的是，市场已经嗅到了危机的味道。据彭博社报道，春节期间有大量富裕人群通过各种渠道加速转移资产。某国际银行的私人理财部门透露，仅过去1个月，他们就接待了超过100位来自中国的高净值客户，询问海外资产配置方案。这些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日益加深的担忧。春节本该是中国经济最火热的时节，但2025年的这个春节却让人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。表面上，官方喊出了年味浓、人气足、销售旺的口号，甚至搬出数据称，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.1%。但深入基层调查后，发现的是另一番令人揪心的景象。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实体店铺倒闭率达到了惊人的 27.8%， 意味着每4家店就有1家撑不下去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今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，1线城市的商铺空置率突破 35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让我们再看看 A 股上市公司的年报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截至1月18日，已有9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业绩预告，结果令人瞠目结信，54%的公司预计亏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些可都是中国最优质的企业，连他们都大面积亏损，那些小微企业的日子
可想而知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曾经的地产巨头万科在大年初四就爆出了450亿元的天量亏损，负债高达9828亿元。更让市场震惊的是，深圳国资系统紧急派出10多名高管进驻接管。这不禁让人想起2023年的恒大倒塌，历史似乎在重演。光伏行业的惨状更是触目惊心。据报道，60家光伏企业去年合计亏损556亿元，平均每家亏损近10亿。产能过剩、价格战、库存积压，整个行业都在流血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就业形势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今年春节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数量创下新高，原因很简单，找不到工作。某人力资源机构的调查显示，2024年第4季度，制造业企业的用工需求同比下降38%，创下近10年最大降幅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可能已经突破4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10个年轻人中就有4个找不到工作。更可怕的是，2月6日，人社部还专门发文回应如何线上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，这预示着失业潮可能会进一步加剧。有专家分析称，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，2025年中国可能会出现自1990年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。保守估计，全国可能有超过3000万人面临失业或半失业状态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潜在的社会稳定问题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各地政府也坐不住了。据报道，广东、上海、山东等多地在春节后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，强调改革创新，优化营商环境。但问题是，这些新春第一会的内容怎么听着那么耳熟？或许广东的一个数据最能说明问题，该省96%以上的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。但讽刺的是，就在强调支持民营经济的同时，四川阆中却以恶意讨薪为由公审4名讨薪工人。这种双重标准不禁让人怀疑，那些漂亮的口号到底能兑现多少？现在的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有效办法了。一位经济学家直言，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，只是死期早晚的问题。这个比喻虽然残酷，但或许正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真实的写照。当各地新春第一会还在谈论高质量发展时，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却是3座无法回避的大山：楼市崩塌、外贸重创和债务危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3大风暴很可能在2025年集中爆发。先来看房地产市场。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百强房企销售总额同比暴跌47%，创下历史最大跌幅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今年1月份，全国30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积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58%，这已经不是下滑，而是崩塌。某券商首席分析师直言不讳，房地产的持续下滑已经开始产生连锁反应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去年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35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正在快速瘪下去。有专家预计，2025年可能会有超过2000个县级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。更令人揪心的是外贸形势。就在春节前夕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的关税大棒让中国外贸雪上加霜。据海关总署内部消息，今年1月份的出口订单同比下降了23%，这个数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。债务危机更是一颗定时炸弹。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的总债务已经突破 GDP 的300%，达到惊人的330万亿元人民币。其中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90万亿元，这个数字比希腊债务危机时还要吓人。某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，
让我们再来算一笔更吓人的账：房地产行业待偿还债务50万亿，地方政府显性债务40万亿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90万亿，企业部门债务170万亿，总计350万亿。而中国2024年的 GDP 总量才108万亿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使把全国所有的财富加起来，也还不够还债的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3大风暴很可能在2025年形成完美风暴。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预测，如果美国关税政策全面落地，加上房地产持续下滑，中国 GDP 增速可能会降到3%以下，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多米诺骨牌，著名经济学家分析说，一旦某个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，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特别是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雪崩。那么，中国还有多少牌可以打？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已经所剩无几。更糟糕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打歪主意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某省份正在酝酿通过加征各种费用来增加财政收入，这简直就是在饮鸩止渴。有专家警告说，有分析师预测，2025年可能会出现 GDP 增速降至2.5%以下，失业率突破10%，房价跌幅超过30%，股市市值蒸发15万亿，人民币汇率破8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一些国际投行已经开始建议客户规避中国资产。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写道，在看到明确的转机之前，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，因为最坏的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。